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40岁后极简的生活，买衣有原则，穿衣有技巧，让衣橱高效运转。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最近天气特别宜人，早晚时分甚至能感受到一丝凉爽。周末的时候，我花了一些时间整理衣橱里的衣服，因为我的衣服并不多，所以整理起来相当迅速。在追求精简生活的这几年里，我对买衣服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理智。如果不是真的需要，我不会随便买新衣服。如果真的需要添置衣物，一定会选择自己最喜欢、最适合的款式，并且会好好珍惜它们，尽量穿得久一些。40岁的极简生活，买衣服有原则，穿衣有技巧，才能让衣橱高效运转。1. 买衣服，这5种不能选。1. 不选太宽松的衣服。很多中年女人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容易堆积一些多余的脂肪，尤其是在腹部和大腿根部。为了掩盖这些赘肉，很多人往往会选择穿一些衣摆宽松肥大的衣服。虽然这样的衣服确实可以遮住身体的赘肉，但仅仅遮住赘肉并不意味着就能显得苗条。如果衣服过于宽松，不仅不能达到显瘦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让身材看起来更矮、更胖、更臃肿。那么，如何恰当地选择衣服的宽松度呢？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查看衣服的尺寸，并选择那些尺寸比自己的身材参数略大5公分左右的衣服，这样既能遮住身体的赘肉，又不会过于臃肿，既舒适又得体。2. 不选衣摆太长的衣服。买衣服时，衣摆过长的衣服也不能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比如椎间盘老化、骨质疏松、驼背等，这些都会导致身高逐渐变矮。如果在这个时候还选择长款上衣，无疑会进一步加剧视觉上的矮小感，使得整体形象和气质大打折扣。相比之下，短款上衣更适合中年女人。短款上衣的第一个优点是能够提高腰线位置，从而达到显高的效果。第二个优点是能够优化身材比例，使得整体造型更加协调，从而为整体形象加分。然而，短款上衣也不能太短，因为我们的腰部通常不像年轻女孩那样纤细，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赘肉，因此选择一种衣摆长度适中的短上衣，正好达到腰部位置，既能够显高，又能够显瘦，才是最佳选择。3. 不选颜色太花哨的衣服。那些花花绿绿、色彩斑斓的衣服，常常受到许多中年女人的喜爱和追捧。她们认为衣服越是花哨，就越有活力，越年轻。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鲜艳的颜色确实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然而，这些颜色繁多、图案复杂的衣服并不是那么容易驾驭的，它们对穿着者的气质和肤色非常挑剔，只有那些气质出众、肤色白皙的中年女人，才能真正驾驭这些花哨的衣服，否则一旦搭配不当，就很容易显得俗不可耐。相比之下，纯色的衣服就显得更加友好和包容，它们不仅不挑剔肤色，反而能够衬托出穿着者的肤色更加白皙。纯色衣服的搭配也相对简单，不容易出错，即使采用同色系的搭配方法，也能体现出中年女人的成熟韵味和内在气质。4. 不选面料轻薄的衣服。在炎热的夏季，像亚麻衬衫这类采用轻薄面料做成的衣服，因其轻盈透气的特性，成为了许多人的夏季衣橱必备。这类衣服不仅穿着舒适自在，还能带来清爽无比的感觉，让人在炎炎夏日中感受到一丝凉意。
然而，除了舒适和清爽之外，这类衣服的其他方面却让人有些难以言表。它们容易起皱，面料透肤，给人一种廉价的感觉，甚至在穿着一段时间后容易变形，失去原有的挺阔感。这些缺点无疑远远超过了它们的优点。更令人头疼的是，这类衣服的上身效果也常常让人感到失望，在无形中拉低穿着者的自身气质。而气质对于中年女人来说，是穿衣打扮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因此，我们应该尽量选择那些带有高级感的面料，如缎面、真丝等。这些面料不仅能够提升穿着者的气质感，还能在视觉上给人一种优雅高贵的感觉。5. 不买反季促销的衣服。塔木德中讲到，有钱不买半年闲，深以为然。衣物选购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当前的季节和气候条件，从而做出明智的选择。尽量不要在反季促销时购买衣物，因为这往往会导致我们买回家的衣服在接下来的季节中无法派上用场，从而闲置在家。此外，人们的审美观和对颜色的偏好会受到周围气候和环境的显著影响。例如，在春暖花开和阳光明媚的春夏季节，大多数人喜欢选择浅色系或者鲜艳夺目的颜色，这些颜色能够更好地衬托出季节的活力与生机。而在秋风瑟瑟、寒意渐浓的秋冬季节，人们则更倾向于选择暗色系或暖色调的颜色，这些颜色能够带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因此，如果我们盲目地在反季促销时购买一堆衣服，结果往往是到了夏天或冬天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对这些反季衣物已经失去了兴趣，造成不必要的浪费。2. 买衣服掌握6个原则。1. 质量优先。过去，我买衣服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先看价格标签，只要价格足够便宜，哪怕衣服的质量稍微差一些，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然而，这些廉价的衣服往往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它们要么容易起球，要么在洗过几次之后就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和质感。因此，每当有重要的场合或者特殊的事情发生时，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合适的衣服可以穿。有一次，我妈妈她忍不住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她严肃地对我说，买一件是一件，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随便买，那并不是在省钱，而是在浪费钱。我仔细地思考了妈妈的话，发现她讲得非常有道理。毕竟买一堆质量差的衣服，最终只会导致频繁更换和不断购买，反而增加了开支。从那以后，买衣服我会关注衣服的质量，确保它们的版型和耐穿性都很好。这样一来，衣服不容易损坏，可以穿很长时间。从长远来看，虽然一开始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但因为衣服耐穿，实际上更划算，也更符合经济实惠的原则。2. 适合自己。什么样的衣服最好、最漂亮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不是最流行款，也不是网红款，而是适合自己的。只有适合自己的衣服，才能真正展示出你的美。了解自己的身材特点和风格喜好，购买适合自己的衣服，才能展示出自己的美。比如说，苹果型身材一般就是上半身比较丰满，腰部比较粗的身材，这类身材更适合 V 领或者深 V 的上衣，拉长颈部线条，弱化上身的臃肿感，避免紧身或束腰的款式，容易暴露身材缺点。而梨形身材就是腰相对比较细，下半身比较粗壮丰满的身材，这类身材可以选择修身收腰的衣服，突出腰线，下半身就要穿宽松一些，弱化下半身的缺点。H 型身材就是肩部、腰部、胯部几乎同宽的身材，但是腿部较细，多选择 A 字版型的衣服，突出腿细的特点，弱化腰胯同宽的缺点，
所以买衣服这件事，一定不要盲目跟风。之前的我，喜欢跟着各大博主买所谓百搭款、经典款、流行款，把自己打扮得没法看，真的交了很多学费。现在的我不会了，取关了很多穿搭博主，因为我们即便是体重3围一样，但我们的生活环境、所受教育不同，展现出来的个人气质、身材和魅力也不同，所以一样的衣服也很难穿出一样的美。衣服是我们自己穿，所以我们喜欢是最重要的。在了解自己身材和喜好的情况下，选适合自己的就好。3. 注意衣服的材质面料。买衣服之前，了解不同面料的特性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您决定哪件衣物适合哪种材质，以及哪条裤子应选择何种面料。棉质面料是许多人的首选，也是众多服装中常见的材质。棉质衣物以其柔软舒适、不刺激皮肤而受到青睐。它们透气性良好，能够吸收汗水，避免闷热感。然而，棉质衣物的弹性通常一般，并且在洗涤后会缩水，因此在购买时务必检查标签，确认是否为100%纯棉，因为棉含量较低的衣物舒适度会有所下降。涤纶面料的衣物以其耐磨、抗皱和一定的弹性而著称，不易变形，但它们容易起球，吸湿性和透气性较差，穿着时会感到闷热。丝质面料的衣物表面光滑，质地轻盈，拥有天然的光泽感，手感极佳，但丝质衣物也容易破损和起皱，容易勾丝，且相对不适合机洗，以免破坏其质感，日常护理较为繁琐。棉麻面料是从植物中提取的纤维，它不仅具有良好的弹性，还具有防静电和不易受潮的特性，吸湿性佳，穿着不易感到闷热。不过，棉麻面料的外观较为粗糙，手感较硬，且容易产生皱褶。4. 看衣服的版型。直筒版型的衣服，整体设计比较简洁利落，不会紧贴身体，留有一定的宽松空间。这种款式属于休闲风格，穿在身上感觉轻松自在，非常舒适。直筒衣服对身材的包容性很强，几乎适合所有类型的女人，无论是梨形身材、苹果型身材还是沙漏型身材，都能穿出自己的风格。修身版型的衣服则紧紧贴合身体线条，能够拉长身形，让人看起来更加高挑。这种版型的衣服特别适合那些想要突出身材曲线的女人。为了更好地贴合身体，修身衣服通常会选择一些有弹性的面料，这样不仅穿着舒适，还能让身材看起来更加优美。这种款式特别适合肩部和胯部都比较窄的女人，能够很好地衬托出她们的身材优势。宽松版型的衣服，顾名思义，它的下摆部分设计得比较宽松，能够很好地遮掩身体的不完美，显瘦效果显著，而且搭配起来也很方便。不过，宽松版型的衣服并不适合所有女人。对于个子较矮的女人来说，过于宽松的衣服会压低身高，让人看起来更矮。此外，对于胸部较大或背部较厚的女人，宽松版型的衣服会在正侧面造成横向拉宽的效果，让身材看起来更加宽大。5. 能与现有的衣服搭配。我现在买衣服的都有一个前提，要买的新衣服能和衣橱现有的衣服搭配，至少要有2套，这样能大大减少衣服的闲置率，增加衣服的上身率。不喜欢买一件新的，还要费脑筋再买一件来搭配。以下2个穿搭思路供你参考。思路1，在选择颜色搭配时，不能太鲜艳，也不能太杂乱，以保持整洁干净。颜色是影响整体风格的关键因素，但一些40岁的女人为了追求引人注目，往往选择过于鲜艳的色彩搭配。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整体造型的品质，造成视觉上的混乱，
而且如果无法恰当的驾驭，还会导致形象显得俗气。为了打造高端大气的造型，40岁的女人在颜色选择上不要过于花哨，最安全的搭配方式是选择同一色系，保持整体色彩的统一性，既高级又简洁。然而，许多人对同色系搭配持保留态度，认为它过于单调和乏味。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尝试撞色或反简搭配。撞色搭配涉及将2种不同的颜色组合在一起，例如白色与鹅黄色搭配就显得年轻。如果你追求更具气质的风格，可以尝试白色与莫兰迪色系的搭配，这会显得更加高雅。至于反简搭配，建议选择暗色系与经典色的组合，这样看起来会显得成熟而稳重。思路2，注意整体的宽松度，不要太宽松，也不能过于修身。很多身材微胖或是有赘肉的40岁左右的女人，常常会选择上下都比较宽松的单品进行搭配。虽然这样的搭配可以遮住身上的赘肉，但也会加重整体的臃肿感，很难穿出显瘦的效果。如果想要穿出显瘦的效果，最好是配合塞衣角的穿法，用全塞或是半塞的方式收紧腰线的位置，让整体造型张弛有度，更能起到视觉收缩的效果。这样一来，即便身材有些微胖，也能穿出苗条的感觉。6. 理性消费，在决定购买任何东西之前，先问自己几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我真的喜欢它吗？它真的适合我吗？这3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并不容易回答。如果你发现自己并不真的需要某样东西，那么买回来之后，它就会被闲置，很少有机会被穿上。如果你只是因为别人说你穿着好看，就买下某件衣服，而不是出于自己的真心喜欢，那么买回来之后你也不会经常穿它。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件衣服只是勉强合适，比如显得胳膊有点粗，那么每次穿这件衣服时，你就会不自觉地抱怨自己的身材，而不是享受穿新衣服的快乐。这样的衣服买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购物时一定要慎重考虑，避免不必要的浪费。3. 这样穿衣好看又显贵。1. 穿衣在精不在多。40岁的女人在选择衣物时，不必过分追求单品的数量。事实上，如果那些单品并不适合自己，或者无法彰显出高贵的气质，即使拥有再多，也无法与精心挑选的几件高级且实用的质感单品相媲美。在挑选单品的过程中，精挑细选，而非盲目追求数量，才是我们应当遵循的穿衣原则。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原则，我们可以从单品的款式、颜色以及材质3个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选择。首先，不要选择那些过于繁复和时尚的设计，而应该更多地选择简约大方的经典款式，例如针织衫、衬衫、连衣裙或者套装。这些经典款式不仅能够展现出成熟女人的优雅气质，而且在各种场合中都能保持得体的形象。在所有影响穿衣效果的因素中，颜色的选择尤为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女人更需要选择一些能够凸显自身品味的中性色调，如经典的黑色、白色、灰色、米色、卡其色或者摩卡色。这些颜色不仅能够展现出女人的稳重与成熟，还能在视觉上带来舒适感。特别是灰色，相较于深灰色，浅灰色和中灰色显得更为优雅和舒缓，更能显现出高贵与高级感。穿衣是否显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品所采用的材质，尤其是在选择基础款时，如果面料过于粗糙，不仅穿着不舒适，还会降低整体的品味。例如，一件由优质针织材质制成的米色连衣裙，不仅舒适大方，还能在不经意间展现出穿搭者所拥有的熟龄女人味，使整体造型显得更加精致和有质感。
2. 越简约越高级。随着年龄的增长，女人在穿衣打扮上更需要懂得如何做减法，摒弃那些不必要的装饰和繁复的设计，选择一些极简而大气的单品，能够帮助轻松打造出优雅而有品味的衣着风格。例如，剪裁简洁而优雅的西装裙、连衣裙、针织裙，或者是套装。这些单品不仅能够展现出女人的优雅知性，还能给人一种利落干练的感觉。做减法不仅仅体现在单品的款式和剪裁上，还应该体现在色彩的搭配上。通常来说，将全身的颜色控制在3种或以下，更容易营造出一种高级感。3. 少即是多。许多40岁的女人在穿衣打扮时，往往难以体现出高贵典雅的气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在搭配时忽视了配饰的重要性。配饰如项链、耳环、腕表、手链、丝巾、腰带、包包以及帽子等，恰到好处的点缀在造型中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然而，配饰的数量并非越多越好，过多的配饰反而容易给人带来累赘和繁杂的感觉。因此，选择精而简的配饰，作为整体造型的点睛之笔，才是提升整体高级感的有效方法。4. 极简生活从拒绝闲置开始。自从我开始追求极简生活，我都会定期整理我的衣柜，进行断舍离，那些不再适合、不再喜欢或者已经破损的衣服，我会毫不犹豫地扔掉或捐给需要的人。这样，我的衣柜就保持了清爽和整洁。人到中年，我们要投资自己，而非衣物。与其花大价钱购买一件衣服，不如用这些钱去学习新技能，旅行开阔眼界，或者投资自己的健康。这样，你的内在和外在都会变得更加丰富和美好。极简生活并不意味着要剥夺自己的享受，相反，它教会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件衣服，如同珍惜自己一样。我会用心呵护每一件衣服，让它们保持最佳的状态。这样，每次穿上它们时，我都能感受到那份温暖和幸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买漂亮的衣服是很正常的。然而，我们所赚取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因此在消费时必须更加审慎。购买衣物时，我们应当追求既要又要还要的原则。我们追求的是质量上乘、款式时尚，同时又符合个人品味。唯有如此挑剔的选购，我们才能确保每一次支出都物超所值，让衣橱中的每一件衣物都成为我们的最爱，发挥其最大的效用。愿你买衣极简，穿衣显贵，一生和乐。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